投資市場裡最諷刺的詛咒叫做太早看對。今天跟你分享3位頂級大師的故事。當我們與眾不同的遠見撞上市場的趨勢，中間這段痛苦的時間成本跟資金機會成本，再加上看着別人賺爆的痛苦，代價到底有多大呢？我們常常以為投資只要看對就能賺錢，但歷史告訴我們，如果沒有對抗時間成本的一個系統，太早看對反而可能是一個災難。在1999年科技泡沫破裂的前夕，第一位大師 Julian Robinson 掌控的老虎基金，作為傳統價值投資的巨擘，他在1990年代末期就看穿了科技股毫無基本面的瘋狂泡沫，堅持不控，反而反手給他做空。但那時候市場卻進入非常瘋狂的非理性繁榮，老虎基金因為太早做空了，净值大跌。更糟的是，投資人們因為無法承受這些機會成本，眼看着其他人大賺，開始瘋狂贖回資金。在承受了巨大的心理跟資金的壓力了以後， Robinson 無奈地宣布要關閉老虎基金，留下給投資人的信，我把原文連結放在下方留言。The tragedy is, however, that the only way to generate short-term performance in the current environment is to buy these stocks until the pyramid eventually collapses under its own excess. The difficulty is predicting when this change will occur, and in this regard, I have no advantage. 諷刺的是，就是在他關閉基金的同一個月，隨後開始了慘烈的大崩跌。他精準預言了結局，卻輸給了時間成本。而同一時間，巴菲特也因為不買科技股被媒體瘋狂嘲笑，伯克夏報酬率-19.9%，不僅落後大盤，而且是完全走相反的走勢，只能眼巴巴的看別人賺錢，而中間還差了40%的獲利。巴菲特能活下來，不只是因為他的意志力堅強，也因為波夏克的一個資金結構跟避險基金不一樣。是上市公司的結構，頂多是被投資人賣股，不會有抽走資金的問題。泡沫破裂後的2000年後，伯克夏的績效立即戰勝了大盤。第3位大師的故事會讓你看到人性的最深處，也是我感觸最多、最有共鳴的一位 Stanley Druckenmiller。他是索羅斯量子基金的靈魂人物。1992年那場擊敗英格蘭銀行、做空英鎊的歷史大戰，他就是索羅斯量子基金內部的真正的發起者。Druckenmiller在1999年初下了一個結論，這是泡沫，而且離泡沫不遠了，所以他就放空了沒有獲利、收錢最快、估值最離譜的網絡股，選的都是基本面最荒謬的那一批。從邏輯上來看，這個其實挑不出什麼毛病，但是那些被放空的股票不但沒跌，反而還加速上漲。事後回來看，這些公司確實也都全部都破產了。但在投資的世界裡面，太早看對，邏輯對，但時間點錯，還是造成了18%的虧損，就等於還是錯。更何況市場本身正在大漲，所以他做了一個關鍵的決定，加入他，反手給他做多。從原本的-18%一路追到年底的正35%，但他心裡其實還是相信這是泡沫，所以在2000年的1月，他做了一個近乎完美的決定，把所有科技部位都全部出清。這個實在太瘋狂了，本益比高達了104倍，這簡直瘋了。只留着2個內部的年輕的投資組合的經理，在管規模相較比較小的資金池，在科技股做多。接下來的2個月就是折磨的開始。Druckenmiller看着2個資歷比他淺的年輕人，以遠遠超過他自己的速度賺錢，再看着他剛剛賣掉的那些股票繼續狂飆翻倍，而他自己管的一個大基金，因為大部分是空倉，報酬率也只有來到7%。他後來描述那個感覺，我那25年來學到的每一個規則都在告訴我不要，但是我就是受不了了。Druckenmiller 把幾十億的美金重新買回科技股，這在2000年3月買到了科技市場的頂部，經常短短幾周他就虧了30億美金。連 Druckenmiller 這種30年都沒有輸過錢的專業投資人，在時間的機會成本裡面都會變成 FOMO 的產物。而前陣子我也面臨了一模一樣的交易困境，所以我們來拆解一下，當我們太早看對的時候，
大腦是怎麼樣一步一步失控的。第一，分析正確，判斷市場過熱，超買過熱，邏輯上完全沒有問題。第二，時機問題，市場沒有立刻反應，反而繼續漲了2周甚至更久，完完全全都是看不到盡頭。第三，就是我們的認知扭曲，看着做空的標的繼續大漲，我們的大腦會自動把市場沒跌解讀成我的邏輯錯了。但要記住，市場暫時沒有照着你的判斷走，不代表你的邏輯是錯的。第四，用情緒代替系統，最後經不起折磨，放棄了自己的論點，倒戈做多，結果剛好接在最高點，隔幾天以後大跌，完美的受傷。我們的意志力對抗不了 FOMO， 更抗拒不了市場的共識。過去索羅斯曾告訴 Druckenmiller Miller， 逆向思考其實是被高估了。大眾在80%的时候都是對，不要讓自己陷入在那20%的錯覺。有時候逆向思考會給我们一種众人皆醉我獨醒的那種優越感，覺得我自己與眾不同，比較高的，我比較厲害。但時間拉長來看，市场共識在短期內的威力是巨大的，我們的意志力其實根本就抗拒不了市場共識。我們需要的是一個系統，不必再被迫進行一個非黑即白的2選1，同時又可以抓住趨勢的潮流跟獨立的一個遠見判斷。不要再用意志力去硬抗 FOMO， 因為根本抗拒不了。我們可以把60%的資金放在順應現在的趨勢，像現在就是多頭的市場，那就保留大部分的資金在場上參與。當市場非理性的上漲的時候，你的多頭部位在賺錢，那這樣就可以根本上的撤除你賣飛或者是沒跟上的機會成本焦慮，然後避免完全的空手，反而後面會追到 FOMO 的一個情緒代價。所以市場上漲就不再是你的威脅，而是你的大部分的多頭部位在賺，因為你知道的，現在是個多頭市場。那20%的資金放在下一段的趨勢，或者是你的反向論點的部位，這是基於你深思熟慮的論點驅動。這個部位唯一退出的條件是你原本的前提論點被推翻，而不是市場短期的上漲就被你移除。而通常這部位如果發揮作用，成效常常是超過20%的，資金端佔20%，保留彈性，看哪一邊的趨勢更明確的時候，你再慢慢打進去加倉，就不需要為了要加碼空頭而被迫賣掉賺錢的那個多頭方，可以消除我們心理跟資金分配的衝突，同時持有趨勢的多頭跟論點的空頭，這其實就是 hedge 對沖風險。不用在心理上跟自己過不去，我們才能在投資的市場裡活得更長久。我是 Renee， 如果你也喜歡這些內容的話，記得訂閱留言哦。那我們下一個影片見。